一個人想要一生繁榮富貴，有4樣東西千萬不能換：不換平安車，不換發跡屋，不換結髮妻，不換謙卑心。這4句話聽起來樸素，背後卻藏着很深的人生道理。很多人一輩子追逐財富地位，最後發現真正讓他站住腳的，恰恰是這幾樣看起來不起眼的東西。換掉其中一樣，人生的根基就可能動搖。4樣全守住，富貴才有根基。我們常說人生如旅，走過的路多了，就知道什麼東西該丟，什麼東西必須留下。年輕人容易覺得一切都可以更新換代，車子舊了換新車，房子小了換大房，伴侶不合心意了換新人，甚至連做人的態度也隨着境遇改变。這種想法本身沒有錯，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之常情。但問題在於，有些東西一旦換掉，換來的不是更好的人生，而是更大的風險。先說不換平安車，這裡的平安車不是指某輛具體的車，而是指那輛陪你走過艱難日子，讓你平安抵達今天的代步工具。很多人發跡之後，第一件事就是換車，覺得舊車配不上現在的身份。這種心情可以理解，但忽略了一個事實，這輛車承載的不只是你的出行，還有你奮鬥的記憶。佛經有云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執着而不能證得。這句話告訴我們，真正的智慧本來就在自己身上，不需要向外求。同樣，真正的平安也不是換一輛更貴的車就能得到的。那輛舊車或許不值錢，但它陪你經歷了風雨，沒有出過大事故。這種平安是歲月驗證過的。有人會說，舊車安全性不如新車，這個道理沒錯，但這裡講的平安車是一種象徵，它代表的是你對已有平安的珍惜。一個人如果连眼前的平安都不懂得感恩，換再好的車也未必能換来心安。很多有錢人開着豪車，心裡卻充滿焦慮，怕剮蹭，怕追尾，怕被惦記。反倒是開舊車的人心態平和，反而更少出事。不換平安車的深層含義是不用外在的排場來證明自己的價值。一個人真正的底氣來自內心，不是来自車輪上的標誌。守住這輛平安車，就是守住一份清醒。你記得自己從哪裡來，記得那些並不富裕卻平安的日子。這份記憶會在你得意時讓你不飄，在你失意時給你力量。歡迎來到盧叔講經典，一句經典道盡人生，讀懂變化，看清人生。时下很多人追求快速成功、快速致富，卻忽略了根基的重要。你覺得這4樣東西裡，哪一樣最難守住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，說說你的想法。說完平安車，再說不換發跡屋。發跡屋就是你開始走上坡時住的那套房子。它可能很小，可能很舊，可能在很偏的地方，但就是你住進這間屋子之後，運氣開始好轉，事業開始起步，日子一天比一天有盼頭。很多人賺到錢之後，第一件事就是換大房子，這沒有錯，改善居住條件是奮鬥的動力之一。但不能換掉發跡屋，不是讓你永遠住在裡面，而是讓你在心裡留着它的位置。發跡屋真正的價值不在房產本身，而在它代表的那段奮鬥歲月。那間屋子裡有過你的焦慮和不安，也有過你的堅持和希望。你在那裡吃過簡單的飯，熬過深夜的班，對着鏡子給自己打氣。這些經歷塑造了今天的你。佛家講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終。初心不是一句口號，而是具體的生活記憶。發跡屋就是初心最實在的載體。有人賣掉發跡屋之後，確實住進了更大的房子，但運氣卻開始走下坡。這不是風水迷信，而是一種心理規律。當你徹底切斷與那段奮鬥歲月的聯繫，你會慢慢忘記自己曾經多麼不容易。忘記不容易，就容易骄縱，骄縱就會出錯，出錯就會失去。守住發跡屋，不是守住那4堵牆，而是守住一份敬畏。你知道今天的富足來之不易，就不会輕易揮霍。很多老一輩企業家即便身家億萬，還留着當年創業時住的小房子，
偶爾回去做一做。這不是念舊那麼簡單，而是在給自己校準方向。人在順境中最容易迷失，发髻屋就像一座燈塔，提醒你不要偏離航道。那間屋子裡沒有奢華，但有最真實的自己。不換发髻屋還有一個現實層面的道理，发髻屋往往承載着一個家庭最團結的時光。那時候條件不好，一家人擠在一起，反而心貼得更近。後來房子大了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，交流反而少了，物理距離拉大了，心理距離也跟着拉大。守住发髻屋，偶爾回去住一住，一家人重新擠在一起，那種親密感是任何豪宅都給不了的。人生富貴不只是銀行賬戶上的數字，更是內心的踏實和家庭的溫暖。发髻屋給不了你面子，但能給你裡子。面子讓人飄起來，裡子讓人站得穩。一個人既要能住豪宅，也要能住小屋，能上能下，能大能小，這才是真正的從容。第三樣不能換的東西是結髮妻。結髮妻就是那個在你還沒有富貴的時候就跟着你的女人。她見過你最狼狽的樣子，知道你所有的缺點和脆弱，但她沒有離開。她陪你吃過苦，熬過夜，在你最不被看好的時候選擇相信你。這樣的女人一旦換掉，人生就很難再有真正的富貴。很多男人发髻之後覺得妻子配不上自己了，嫌他老了醜了沒見識了。這種想法本身就是一種貧瘠。真正富貴的標誌不是身邊換了一個更年輕漂亮的女人，而是你身邊還是那個從苦難中走過來的女人。佛經有云，恩愛親黨，會別離時，涕泣悲哀。世間最珍貴的感情就是共同經歷苦難的感情。這份感情裡沒有算計，沒有條件，只有彼此托底。你富貴了就想換掉這份感情，等於砍斷了自己的根基。不換結髮妻不是道德綁架，而是一種智慧。一個陪你吃過苦的女人，對你的了解超過任何人。她知道你的脾氣和軟肋，知道怎麼在你得意時提醒你，在你失意時安慰你。這種默契是用時間熬出來的，換一個人永遠得不到。新的伴侶可能更年輕更漂亮，但他不了解你的過去，不懂你的習慣，你們需要重新磨合。而你已經沒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去重新建立這樣的默契了。更現實的問題是，換掉結髮妻往往伴隨着巨大的代價。財產分割、子女撫養、社會評價，這些都會消耗你大量的精力和資源。很多人為了離婚損失了一半家產，新組建的家庭又充滿了各種隱形的矛盾。折騰一圈下來，富貴大打折扣，內心反而更加孤獨。守住結髮妻不是守舊，而是守住一份最可靠的資產。這份資產不貶值，不縮水，時間越久越珍貴。不換結髮妻還有一個更深的意義，就是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。父母離異對孩子的傷害往往是長期的，你再有錢也買不回孩子內心的安全感。很多成功人士晚年最大的遺憾不是事業不夠大，而是沒有經營好自己的家庭。孩子不親近，家庭不溫暖，再多的錢也買不到天倫之樂。結髮妻是你的鏡子，他對你的態度往往是最真實的。外人會捧你，下屬會怕你，只有結髮妻敢說真話。當你開始飄的時候，他一句話就能把你拉回來。當你做錯事的時候，他是第一個提醒你的人。守住這面鏡子，你才能看清自己。換掉這面鏡子，你可能再也聽不到真話，身邊全是奉承和謊言。第四樣不能換的東西是謙卑心。前面三樣講的都是外在的東西，車子、房子、妻子。第四樣講的是內在的品性。謙卑心是一個人最底層的品質，比能力重要，比資源重要，比運氣重要。沒有謙卑心，前面三樣守住了也保不住。有了謙卑心，即使暫時失去前面三樣，也能重新拿回來。謙卑心不是自卑，不是裝出來的低調，而是發自內心的知道自己幾斤幾兩。你知道自己的成就有多少來自努力，有多少來自運氣，有多少來自別人的幫助。
你不會因為有錢就看不起人，不會因為有權就目中無人。佛經有云：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。一個人最大的障礙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狂妄自大。狂妄的心停下來，智慧就顯現了。謙卑心就是讓狂心停下來的力量。很多人富貴之後，最大的變化不是吃穿用度，而是对待人的態度。以前跟工人一起吃飯的人，現在對服務員呼來喝去；以前虛心請教的人，現在覺得自己什麼都懂。這種變化一旦出現，衰敗就開始了。因為你得罪的人會越來越多，願意幫你的人會越來越少。你的耳朵再也聽不到真話，你的眼睛再也看不到真相。你以為自己無所不能，實際上已經站在懸崖邊上。不換謙卑心，就是要始終保持學習的態度。富貴之後你會發現，真正能讓你繼續向上的不是已有的財富，而是繼續學習的能力。世界在變，知識在更新，如果你覺得自己什麼都懂了，你就停止了成長。而你不成長的時候，別人在成長；你停在原地的時候，別人在超越。謙卑心讓你永遠保持開放，永遠願意傾聽，永遠願意改變。謙卑心還體現在對待不如你的人的態度上。一個人有沒有修養，不是看他怎麼對待上面的人，而是看他怎麼對待下面的人。你對服務員的態度，對清潔工的態度，對保安的態度，這些細節暴露了你真實的品性。真正富貴的人往往對誰都客客氣氣，反而是那些暴發戶喜歡擺架子。守住謙卑心，就是守住做人的底線。你尊重別人，別人才會尊重你；你給別人面子，別人才會給你面子。這四樣東西，平安車、發跡屋、結髮妻、謙卑心，看似各自獨立，其實是一體的。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核心，就是不忘初心。平安車提醒你珍惜平安，發跡屋提醒你記住來路，結髮妻提醒你感恩陪伴，謙卑心提醒你保持清醒。四樣東西守住了，富貴才能長久。丟掉一樣，其他三樣也會慢慢守不住。古人講厚德載物，你能承載多大的富貴，取決於你的德行有多厚。這四樣東西就是厚德的具體體現。珍惜舊物時候，感恩糟糠時候，不忘來路時候，保持謙卑時候。厚德的人，富貴來了接得住；薄德的人，富貴來了反而成了災難。最後把這段話送給大家：一生繁榮富貴不是靠換出來的，而是靠守出來的。換來的東西容易跑，守住的東西才真正屬於你。不換平安車，你記得平安最貴；不換發跡屋，你記得來路不易；不換結髮妻，你記得恩情不忘；不換謙卑心，你記得自己是誰。這個時代變化太快，守住不變的東西反而成了最難的事。這四樣東西你守住了幾樣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，跟大家一起交流。如果這一集對你有所提醒，歡迎訂閱盧叔講經典，並開啟小鈴鐺，讓經典的話在你需要的時候再次出現。用經典照見人心，用時間驗證智慧。我們下節課再見。